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盛水君，你来的正好，快看看他这是怎么了？脉象非常微弱，得赶紧送医院才行。只是轻微的呕吐，要去医院吗？不行，我得把孩子马上带走。我已经替孩子检查过了，他属于是神经中枢性呕吐，可能是因为身体内的某种毒素所造成的。我怀疑可能是食物中毒。幼儿园所有的食物都是模范区安全委员会提供的，不会有任何问题。镜子院长，麻烦你再好好的想一想，这样有利于我对症下药。我真的是想不出什么了。这些都是我的孩子，我该怎么办？是我不好，他们之前身体都是很健康的，怎么会？请别再说了。你看看你都说了些什么你？我说了些什么？他说是豆角，你就去问问孩子们有没有吃豆角。你再去厨房里问问厨师，豆角煮了多长时间。我早就告诉过你，藤村和镜子接触很频繁，藤村就是个大恶魔，镜子能是好人吗？可我们没有十足的证据。你还要什么证据？孩子还不够吗？他躺在这儿还不够吗？虽然泌尿黑号进展顺利，可是我觉得林茵茵已经开始怀疑幼儿园了。林英英只不过是医院的一个小医生而已，不足为惧。现在我们要做的，是要用一场死亡来验证我们的实验成果。死亡，准备好了吗？老师是不会让你失望的，我早就安排好了。老师果然从来不会让我失望。哎，金大夫，还没走呢？大周怎么样了？他现在还在昏迷当中，希望他明天能够醒过来吧。都这么晚了，你赶紧回去吧。哎呀，不行，我不放心，还是让我在这儿看着他吧。今天我值班，照顾病人是我做的，有我在你放心吧。而且你明天还有的忙呢，快回去吧。哎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那就麻烦你了。放心，放心，注意安全啊。
回来了。嗯。孩子怎么样了？孩子现在还在昏迷当中，不过病情已经得到控制了。这大猪得的到底是什么病啊？这次的病很奇怪，毫无预兆的就发病了，而且还病得那么严重。不过从大竹的反应上来看，像是中毒了，但是又摸不出来具体真正的病因。看来只能等他醒过来之后，才能找出病因。中毒？这无缘无故的，怎么会中毒呢？是啊，所有人都觉得很意外。幸亏当时我在场，若不是得到了及时抢救，这孩子可能已经送命了。我查过了，孩子们当时吃了豆角。哎，可单单只是一个孩子发病，那豆角这事儿就说不通啊。说不通，就证明有隐情。找到了就说通了。叶夫君，你的棋艺没有任何长进呐。我认输了，实在是将军棋艺高超，别说是我，就是整个桃花镇也很难找出能与将军对弈的对手。这棋盘上的黑白对弈变化莫测，世事如棋，每走一步都要小心冷静，不能束手束脚，患得患失。一步错，步步都错，全盘皆输。叶夫君，你分心了。都这么久了，怎么还没有医院里的消息？不必担心，我对最后的实验结果胸有成竹。万一出点什么差池，军部一定会怪罪下来。军部现在已经被盟军打懵了。现在的共产党、国民党来势汹汹，苏联人很不可靠，哪还有心思搭理我们呢？我们就当是自由了，做些对人类有益的科学研究。也好，天高皇帝远。谁啊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你说会不会是日本人在背后捣鬼啊？今天得到消息，组织上截获了一封日方的电报，破译了部分内容，上面要求隐藏在桃花镇的长崎直接出面指挥下一步计划。
下一步计划？那看来长崎终于要有行动了。我们还没有摸清日本人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。我估计，长崎既不是野夫，也不是藤村，你觉得会是谁？静泽。镜子的嫌疑确实非常大。身为幼儿园的园长，最容易隐藏自己的身份。我们一起盯紧镜子吧。哦，对了，你刚才说大竹的病情是日本人在后面搞的鬼，难道说大竹中毒的事情和密报中所说的日本人的计划是有关系的？这一切也都是我的猜测而已。如果镜子真的要是长崎的话，他来完成这件事情，再也合适不过了。现在敌人正在疯狂地搜索那个铁箱子，看来里边的资料非常的重要。他们下一步的行动很可能就是恢复细菌部队，恢复研究。敌人太狡猾了，我们必须得多想想对策。大竹，大竹怎么了？大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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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竹。其实，你并不完全了解密药黑号的药性。密药黑号无色无味。我之所以在他的身上耗费这么大的精力，那就是因为它的厉害之处，能够控制死亡时间，精确度控制到分，误差不超过2分钟。密药黑号的毒性发作之前，在人身上没有任何表征。一旦毒性发作以后，实验对象会立即死亡。喂，知道了。有没有人发现你的行踪？好，恭喜将军，正如您预料的那样，试验结果非常成功，那个孩子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死去了。太好了，好极了。喂，我是金深水。什么？怎么回事啊？大竹突然病发就吐血了，我给他做心脏复苏，可是一点用都没有，然后他就没呼吸、没心跳了。当时值班医生也说无能为力。这怎么可能呢？我走之前他还好好的，怎么会这么突然？我离开了之后，有谁接触过大竹没有？没有。这太反常了。金大夫，对不起，我没照顾好大竹，让这孩子就这么走了。我要去见大竹。哎，行了，太晚了，你赶紧回去休息吧啊。站住！病房已经戒严，不许任何人进入。戒严？你开什么玩笑？我可是医生。这是区长的命令，因为怀疑死者是死于鼠疫，为防止病毒扩散，我们禁止任何人进入。我们的军医会对死者做检查。你们不要在这儿混淆真相。我不管你们。站住！我要进去。往前一步，我们就开枪。别拉我，我要进去。哎，你别拉我！别拉我你！我说你冷静点好不好啊？我没有办法冷静，这件事我一定要查下去。你怎么查？日本人明摆着就不想让我们插手，所以我才不能让大竹死得不明不白。大竹的死没有那么简单，他肯定是跟日本人有联系的嘛。要是这样的话，那小雪会更危险的，你知不知道？你放心，我会尽快的把小雪送出桃花镇。密药黑号
无论它的功能多么神奇，归根结底，无非是一种杀人工具，就像你手里的枪，你只需轻轻扣动扳机，就可以结束一个人的性命。可惜，我对暴力与死亡没有任何的兴趣。企图用暴力征服敌人，在我看来，都是最愚蠢的计划。而我想要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，不费枪弹夺人之国的上上策。将军，恕我冒昧。中国人虽然愚蠢至极，但也不会任由我们摆布。我认为，我们只有用强大的武力威慑，才能让他们屈服，从而听从我们的指挥。暴力与死亡只会带来仇恨，而仇恨必然会引发反抗，不断的反抗会带来更多的死亡和仇恨，而这样就会无限循环下去。你们这些武夫啊，只能从肉体上消灭异己，而我要从思想上改变他们。这就是我的理想，我的事业。将军果然高瞻远瞩，可改变中国人的思想，谈何容易？作为帝国军官，我认为杀死他们是最简单的手段。密钥黑号，我称之为魔鬼，但是它只会给我带来死亡和仇恨，并不能让敌人从心里屈服。而我现在的试验，我称之为天使，它会给这个世界带来真正的和平与秩序。我要用它摧毁中国人的本性，剥夺他们的自我。在它的作用下，社会上大多数人就会成为社会的零件，尽心尽力地完成自己的职责。这一片土地上的中国人将有幸成为第一批受惠者。我拭目以待。深水君，你来了。镜子小姐，大竹的事情我听说了，我感到非常的意外，也很难过。没错，我也感到特别的意外。不过还请镜子小姐不要太过悲伤，毕竟还有那么多的孩子需要你照顾。大竹的死因查明了吗？他的死因目前为止还没有最后的确认，不过目前初步认为应该是鼠疫。我这次来就是要给孩子们做一个身体上的检查，以防止大规模的传染病发生。有劳深水君了。其他的孩子现在身体状况怎么样？有没有什么异常的反应？其他的孩子倒都好，你也看见了。小雪呢？哦，他在那儿。我可以单独看看他。当然。
不走，为什么呀？我要留在幼儿园。可是这儿实在是太危险了，而且我答应过你爸爸，一定要带你离开这儿。叔叔，如果你现在带我走了，等他们发现我不在，你怎么办？不用担心叔叔，叔叔是大人，我有解决的办法啊。我不走，我还没打败藤村呢。很好，这个小孩的时间指标和我们预期是一致的。只要加大密药黑号的药剂量，我们就可以缩短实验者的死亡时间。现在看来，我们可以更准确地控制时间。这又是一个好消息呀！先把尸检结果通知镜子小姐。另外，务必把那个中国小孩的遗体掩埋掉，免得夜长梦多。哎，去吧。秦处长。英英，我有一件事要请你帮忙。来。英英，又有事情找我。上次的事可还没兑现呢。不过不管什么事，只要是在桃花镇找到我，那就算找对人了。是这样的，昨天有一个小孩死在我们医院，秦处长知道这件事吗？在桃花镇，什么事能逃过我的耳朵？目前我们医院无法检测出他的死因，可是我怀疑他的死并非鼠疫那么简单。日本人又不让我们检查孩子，所以我就来找您帮忙。英英啊，我告诉你，这件事情呢，保安处会慢慢的查。你是个医生，这事还是不要管得好。话不能这么说，这孩子是我抢救的，我总要知道他是为什么死的，要不然我也对不起自己的良心。要是查出了真正死因，秦处长也算是为桃花镇做了一件大好事，算是头功一件。这件事情本来是不归我管的，我呢也不好插手。但是你这次准备怎么报答我呀？可不能开空头支票了。还是多做点好事吧，就当是为了你自己。好。都看到了吧？资料、照片，帝国的每一位武士出征之时，都要随身配足本国糖果，所到之处，凡见中国儿童，一一分发，不得懈怠。今日之孩童，明日之成人，要让这些中国人，他们幼小的心灵中，埋下对大日本帝国甜蜜的记忆。长此以往，这些中国人必将对我大和民族心悦诚服，这就形成了一种国策。兴亚院和大东亚省专此颁发了国字号文件。然而，小小的一颗糖果，会改变这些人吗？不可能的，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。糖果虽然甜蜜，却无法改变中国人对我们的恨。这种恨，就像血脉一样，
会代代相传下去。现在的中国人在沉睡，等哪一天他们睡醒了，照样会咬我们，哪怕你天天给他们吃糖。所以，大东亚省颁发的这个文件是荒唐的。但是我要说，这个荒唐幼稚的文件却给了我极大的灵感。秦处长，你们2个人先把大家放下，跟我去搬下东西。可是什么？郑总命令我们立刻将尸体运往郊外就地掩埋。我的命令就不是命令了吗？是。怎么会这样？这一看就是毒素并发造成的死亡。这帮畜生只是要毁尸灭迹。这应该是有人给他注射了毒药。行，他们快回来了，咱们赶紧走。走啊！抱歉，局长，我们还没有找到铁箱子，但是我们已经搜索了这附近约1/3的地方，预计本周就会有结果。辛苦了，这是南京方面给你们更换的新的探测器，灵敏度更高，现在派发给你们。祝你们早日找到。嗨！这一定是日本人干的，只有日本人才会对孩子下这样的毒手。也许这就是他们下一步的计划。你说说，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呀？哎，你还记不记得那些像动物一样被对待的马路塔？你说是细菌实验？可是现在从大厨的尸体上，我们并没发现任何。这秦时光为什么会主动帮我们引开韦爵？你去求了他？我就是跟他做了一个交易，如果他愿意帮我，我就给他一次追求我的机会。你是不是疯了你？怎么，你吃醋了？我今天晚上还要和他一起共进晚餐呢。别怪我没劝过你啊！秦时光就是一只狐狸，你小心被它反咬一口。再说了，哎，你说这秦时光为什么会主动接近你？他的用意难道你还不清楚吗？对不起，我还真不清楚。局长命令，通明在这区域搜索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处这个区域，这里可能性比较高，
宪兵和保安处人员在这一区域工作，明白吗？明白。走吧。是我对不起你们。自从你们走了以后，我活得就像一个行尸走肉一样，并且很不高明地扮演着另外一个人。我和英英一样，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，你哪比得上人家？最起码人家林英英还知道跟自己的仇敌死磕，可你呢？也就只能混吃等死。直到遇到李玲，才让我真正敢于面对自己，真正找到活着的意义。跟英英还有李玲在一起共事，我突然感觉到自己整个人都振作起来了。对不起，不是我不想你们，等着我，等着抗战胜利，等着把该死的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，我就下去陪你们。我在你们面前下跪，给你们当牛做马。尊敬的党组织，我是新党员金深水。入党以来，在李玲同志的帮助下，我参加了一些战斗，完成了一些任务，可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。我时刻准备着牺牲，为了党和人民牺牲。曾经的我，为了钱，使得家人丧命，让自己悔恨终生。现在，我希望让这些钱发挥更大的作用，用到党的急需的事业当中去。请党接受我的党费，金条15根，银元100块，镯子5对。李玲，你来的正好，快坐。这是我第一次写思想汇报，你看看。思想有进步，值得鼓励。哦，还有这个，希望你交给组织。好，我会转交给组织的。其实这些金条
今天终于是有了着落了。我这心里的石头啊，也算是终于放下了。金深水同志，人要走出来，我们要往前看。毛主席最近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抗战的讲话和文件，非常的鼓舞人心。在我们的战场上和整个太平洋的战场，日寇将迎来最艰难的时刻。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他们肯定会滚回自己的老家去的。而且你这一次又一次的出生入死，貌似和小日本决斗，我个人很佩服你。为人民而死，我觉得重如泰山。什么死不死的？啊，那个，哎，林英英同志对入党有什么想法了吗？哦，这个事儿，我跟他聊过几次。他也表达了想要加入的意愿，但是现在还不确定。好，那就继续观察一段时间吧。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发现？还有，君子出事前，镜子园长来看过他。怎么看的？当时熄灯了，大家都睡着了，我想爸爸了，就偷偷看着窗外。突然一个黑影走过来，是镜子园长，是他把贞子带走的。这事不要再和任何人说了。是不是镜子园长害死了贞子？这事情叔叔一定会调查清楚，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。不过，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谢谢叔叔。你觉着小雪这孩子说的话的可信度高吗？我认为，孩子是没有必要撒谎的。林英英一直不是觉着镜子怪怪的吗？我个人也是这么认为。但是，毕竟和镜子接触比较少，这种感觉也不能说明什么。但是照你的话来说，镜子倒最有可能是长期。你继续观察镜子，一有情况立刻汇报。最近镜子和藤村接触的比较频繁，幼儿园又出了这样的事情，我觉得这两种情况应该联系起来看。你的说法我同意。日本人开始对小孩子下手了，我们必须要阻止他们。还有，咱们答应过白大衣，要把小雪送到延安去，这事咱们可不能做不到。是啊。你现在就让秦时光去放出话，说他手上有金属探测器。谁对金属探测器有兴趣，谁就是嫌疑人。为了让嫌疑人放心，还要放出话说，先安排去周镇探测，3日后再到小湖附近，这样，嫌疑人就可以放心的贿赂和盗窃金属探测器。英英啊，我答应你的事，我可已经全都帮你办了。那你答应我的事，什么时候才能兑现呢？秦处长，我们呢，什么也没有查出来。所以说啊，您这忙，顶多就算是帮了一半。小滑头，我就知道你不老实。来，来。秦处长，您说你身居要职，那你一定知道很多我们常人都不知道的事情吧？开玩笑，我这个处长，那是白当的吗？哎，有一件事啊，我特别好奇。听说最近这个日本人在郊外，不知道拿着一个什么东西在跑来跑去的，
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呢？没见过世面吧？那叫金属探测仪，他们在找日本人的一个箱子，这箱子里面呢装的都是重要的机密，但是我不能告诉你。金属探测仪。哎，不怕您笑话，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呢。你说，这鬼子的洋玩意儿可真是先进啊！这有什么的？我刑讯室里面多了去了，哎，都让我锁起来了。哎呀，英英啊，我老实跟你说，这中国早晚是日本人的，你以后跟着我齐某人，我准保你吃香的喝辣的。那金世水有什么好的啊？我对你才是一往情深呢。捧在手里，那怕摔了；放在嘴里，他怕化了。看您说的，那就多谢您的厚爱。今天晚上我们不醉不归。好，来。慢点啊！哎呀，我特别喜欢你。我知道。哎呀，我对你就是恨的一见钟情。喜欢。秦处长，秦处长，我呀，拿到刑讯室的钥匙了，你拿好了啊。金属探测器就在里面。你可真够胆大妄为的，你万一暴露了可怎么办呀？哎呀，你放心吧，他睡得跟头死猪一样。那么大个东西，我怎么带出来？金属探测器是可以拆卸的，就是为了方便你带走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注意安全啊。好。你们还敢偷懒？上头可是让我们加强警戒。上头啊！我看见秦处长都跟女人约会去了，凭什么让咱俩在这儿挨动手？不是3个人巡逻吗？那个日本兵呢？人家肯定躲地方睡觉去了呗。这狗日的，你欺负到我们头上了。兄弟，想那么多干啥？来，喝个酒，提神。来，换个地儿，换个地儿，那边。走，你呀就胆儿小。来，多给我留点被子。
小声的进来了，不会是有鬼吧？上！哎呀，别说。娘的，让你这么一说，还挺瘆得慌。应该没有人，我们走。说日本人做梦啊！走。鬼。 你醒了？莹莹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是这样的，昨天我看你睡得不省人事，我怕你有事，所以就在这守了你一夜。莹莹啊。 好吧，既然你已经醒了，那我就走了，我也该去医院了。记得喝热水啊。这酒还得练呢。你真的看见秦处长和林莹莹一起从宾馆里走出来？对，他们俩在宾馆待了一夜，天亮才出来。下去吧。哎。局长，您找我？最近有没有关于共党的线索？自从皇军把共党打退以后，共党就在咱们桃花镇销声匿迹了。没有人会明目张胆地告诉你，他就是共产党。这些人都狡猾得很，也许就隐藏在你的身边。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可能是共产党，也许是你最意料不到的那一个。局长，您分析的很有道理，我会继续调查的。我的直觉告诉我，镇上的共产党就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活动。局长，如果咱们镇子上真的有共党的话，我一定会把他救出来。好了，下去吧。是。我把刑讯室保管的探测器给偷出来了，你看，这后边这个长杆其实没什么大用，所以呢，我准备从这儿把它截了，这样呢就能省出很大的空间来，然后再把这个圈缩小，把它往腿里一套，然后再绑紧，穿一个宽松点的裤子。如果不仔细看的话，根本就看不出来，到时候我就可以边走边探测。太好了。哎，事不宜迟，那咱们今天晚上就行动吧。不过最近鬼子警戒森严，全天都有人进行盘查，而且咱们是在空旷的郊外，很难开展探测。鬼子的工兵先是在外围，后来又被支到了州镇，真的不明白他们到底在搞什么呀？现在连小湖边搜索的人也没剩几个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我用枪声引开鬼子，利用这个间隙你去探测。看来只有这个办法可以试一试，不过这样实在太危险了。放心吧，我命大，就算出了事情也会逢凶化吉的。一旦找到了大铁箱，我就通知游击队和他们一起护送出城，离开沦陷区。
那小雪你不管了？当然要管，我要把她送到根据地去，让她在红色天地里成长。李玲同志，我们好像还没握过手吧？握过吧？我们的革命友谊永不消逝。金深水同志，首长，请指示。干什么的？举起手来！干什么的？误会。军爷，我完全是误会，我是镇上人。桃花镇的？是。不知道戒严了吗？把你的证件拿出来。好，证件。你就是金山水啊？哟，军爷您认得我？听说过。上次战斗营救有功，得到区长嘉奖，你在镇上可是出了名的。哎呦，军爷您太过奖了。大半夜的跑这儿来做什么？哎呀，军爷，实不相瞒，我最近打探到了一个消息，说这附近的坟里边埋了一批古玩，价值连城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呀，千真万确啊！要不然我这么晚了跑到这儿来干什么？啊，对了，军爷，如果我要是挖到这批古玩啊，少不了军爷您的好处啊。到时候我还能在中佐面前多替你美言几句。你看你以后再也不用干这种苦差事了。你可真会投其所好。
那边是还没搜寻过的区域，你去那边找吧。多谢军爷，多谢军爷指点。那我上那边了。多谢，多谢。你过来！刚才去哪里了？报告，上厕所去了。上厕所。部队有规定，行动的时候不许携带钱币。这是哪来的？刚才那个人，金圣水给我的。那为什么不抓住他？他是来挖坟寻找古玩的，抓他有什么用？报告，小锦鲤，你不知道吗？他往哪个方向跑了？那边。快追！别开枪！这也太兴师动众了吧！我就是想看看，在这儿能不能挖出点宝贝，赚点小钱啊。赚私钱，金主任，你可真有一套啊！为了赚钱，什么买卖你都敢做。太君，你看，我既没杀人，也没放火，我就捡点死人东西，不算有错吧？我看金主任，你还是赶紧离开这里吧，不要为了赚钱，引火上身就不好了。要是区长怪罪下来，你吃不了兜着走。上面下达命令，到这里的所有人都要登记上报。太君，你看这个，这个你拿着。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这够喝1个月的酒了吧？够了，够了。走，到那边去看看。